随着中国的历史来到南北朝的时期，罗马也逐渐走向衰亡。如同我们前面聊到罗马时期说过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段时期正好全球进入小冰期，使得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罗马同样都面临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通常我们会把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宋朝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开始，往前回推5年。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才刚刚过世，并将罗马分成东西两半，从此罗马便再也没有统一过。不过跟中国与罗马不同的是，此时的印度在旃陀罗笈多2世的统治下，笈多王朝的国力达到鼎盛，而在公元412年，法显也才刚从笈多王朝取完经回到中国。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今天我们继续上一集没聊完的中国南北朝的时期，相较于南朝宋齐梁陈的朝代轮替，我个人比较偏好北朝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就先从北朝开始吧。之前有跟大家稍微聊过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后，因为战败使得北方再度陷入混乱，要等到鲜卑族中拓跋部的兴起，才再度走向统一。那我们不禁要问啊，为什么拓跋部能够将北方给统整起来呢？是因为他们跟汉族融合吗？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五胡16国的各国统治者并没有刻意欺压汉族的现象，相反的后赵的石勒还十分尊敬汉人贵族，而前秦和后燕甚至还恢复了魏晋时期汉人贵族们的户籍。游牧民族的特征是成年男子会编组成军，在建立国家时，这种特征也延续下来。胡族组建的国君由宗室诸王来掌控，而众多胡族国家的国祚会如此短暂，也败在这点上因为拥有军权的王室内讧与纷争，加上中原社会的各种物质环境，让胡族很难维持长久的统治。只有前秦苻坚才比较好一点，他唯才是举，淡化了胡汉的分界，而且如果宗室没有才能，也会被他弃用再加上他重用王猛，使得国力大增。只可惜他太急于南下，在内部民族还没有完全融合之前，就南征东晋。难怪淝水战败后，各族纷纷叛乱建国，使得北方再度陷入分裂。根据推测，鲜卑拓跋部原本居住在黑龙江兴安岭东部，之后迁徙到内蒙古，并逐渐壮大。一开始，他们也跟其他胡国一样，以部族组成军队，但在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收纳一些汉人作为出谋划策的角色，使得他们渐渐与其他胡国有了不同。首先是从部落制走向王权制。原本拓跋部是由各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领袖，而拓跋圭在苻坚战败后举兵复国，国号为魏，并将部落制解散，而解散的部落还要定居在固定的土地上，不准再迁徙。换句话说，也就是舍弃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至于那些因为部落被解散后没有部族可以统治的领导者，肯定会超级不爽的嘛。于是国家便给他们爵位以及当官的途径，让原本由各部领袖统治部族成员的制度改变成由皇帝直接管辖，而部族的统治者则纳入了国家的官僚体制当中。此外，部族被解散后还是要有一套行政体系嘛，因此建立了8部，这有点类似郡县制。而随着皇权的拓展，8部之后又缩减成6部，然后是4部。不过军队则还是维持部族的传统，属于兵民合一。即便部落解散，部族成员还是会以士兵的身份来参与各种战争。在这样的改变下，拓跋圭先摆平了长城附近的匈奴部落，紧接着进攻河北，并击败了后燕，迁都到平城，接着称帝为道武帝。不过这样激进的改革在道武帝死后遭到强烈的反扑，原本被解散的部落成员又纷纷回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袖身边，因此继位的明元帝花费了很多的心力在解决内部的动荡与纷争上。再等到下一任的太武帝继位后，北魏才能够再度对外扩张，并在平定了夏、
北凉等国后，结束了五胡16国的时期。一般我们以公元439年作为北魏在中国北方统治的开始。同时，别忘了刘裕在19年前，也就是公元420年篡晋建宋，自此中国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势。北魏之所以能够强盛除了刚刚说的把部落解散以外，对于那些被他征服的胡族各国，也是采用了息民政策，也就是把原本居住在敌国的人口强制迁徙到平城附近。如此一来，不仅能瓦解原先敌国的势力，也能壮大北魏本身的劳动力。再加上我们刚刚有讲过拓跋部在崛起的过程中收纳汉人作为顾问，不过这是比较现代的说法啦。在当时就是征召具有能力的文人当官，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崔洪与崔浩父子，他们先后辅佐道武、明元、太武3位皇帝，深受信任。而也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后来北魏也征召山东有名望的士族入朝为官，这就让留在北方的汉人贵族与北魏政权开始融合。接下来北魏为了政权的稳固，开始了一连串漫长的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3个分别是均田制、三长制以及汉化政策。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汉朝时因为土地集中在大地主的手上嘛，造成贫富不均，而王莽想要改革，却因为变动太大太急而失败。之后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曹操实施屯田制，直接将土地分配给流民与军队进行开垦，这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政策。不过晋朝又取消屯田，改实施占田制，试图借由占田制来限制士族的土地，不过成效不彰。而北魏均田制的精神，其实有点像是把屯田与占田给融合，透过国家将田地分发给农民，使得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具体来说，15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会发给禄田40亩，桑田20亩。禄田在农民年老或死亡后要归还给国家，而桑田则不用。不过桑田只能种植桑、枣等树木。这样的制度也一路往下传承到北齐、北周，甚至到隋、唐。但是均田制还得要有三长制来搭配，才能够顺利执行。我们之前说过在经历了乱世的动荡，地方上凝聚的望族、士族是底层安全的保障。但北魏掌控了北方后，便得限制地方士族继续扩张，免得农民成为士族的奴婢而无田可受。因此底层社会便由5家组成一邻，5邻为一里，5里为一党，乡里党各设一长，三长具有各家联保、腾造户籍、征收税务等职责，使得地方制度与税务稳固，不再容易成为士族必应之民。最后则是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徙到洛阳，并大力推广汉化运动，包括使用汉族官制、禁胡服胡语、推广汉族教育、胡汉通婚以及胡族改姓等等。我读大学的时候，关于这段历史有一本必看的书哦，也就是陆耀东写的《从平城到洛阳》。对北魏的汉化与转变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看看哦。当然，改革也并非没有阻碍，守旧派便是以太子为首的贵族们所组成。但孝文帝为了推动汉化，不仅严厉打压了守旧派，最后甚至还处死了太子。由此可见，孝文帝在改革与汉化的决心。另外，再补充一点，北魏的官制虽然经过了多次调整，不过却结合了士族与门阀的概念，因此即便是同一个官位也会区分出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总而言之，北魏从公元386年拓跋圭建国后，到了公元439年太武帝统一北方，再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汉化政策，让北魏从游牧部落一步步成为融合胡汉精神的国家。而在北魏历经改革与转变的同时，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南朝的发展。前面说过，刘裕在公元420年建立南朝宋，不过他登基2年后就病重身亡，加上南朝的皇权受到士族的影响很大，因此刘裕便把军权托付给了宗室。可想而知后代皇帝与宗族之间为了争夺地位，
便容易形成内乱。关于中士引发的内斗，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次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在东晋时期，军权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上，但在谢安创建北府军后，统治军队的权力却慢慢转移到了职业军人身上。这就让寒门或者说庶民有了一个可以从军队作为晋升政治舞台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刘裕还是后来的萧道成建齐、萧衍建梁、陈霸先创陈，都是透过掌握了军权，才能够推翻前朝的统治。萧道成趁着南朝宋末年皇室内乱，掌控军权，平定动乱而独揽朝政，并在公元479年篡位建立齐。虽然我们说军权从贵族的手中慢慢脱离，但这没有让世家大族直接衰弱，相反的，在他们来看，国家不过是由一个个军阀所创建出来的暂时性存在，所以才会有一句俗谚说：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士族。以南朝的情况来看，似乎真的是这个样子哦。对于贵族来说，成为在朝的隐士、朝隐，可能是当官的最高境界。他们虽然当官，却淡薄名利，不争夺权位，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文艺世界当中，因此让南朝的艺术发展比北朝要来的兴盛许多。不管是玄学、文学、书法、绘画等等，都比受到胡族高压统治的北方来得更有发挥的空间。流水的皇帝在南朝期传位7任后，因为皇帝滥杀大臣，又引爆内乱。公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举兵，隔年篡位建国为梁，也就是梁武帝。梁武帝在位的期间，可以说是南朝达到鼎盛的时刻，但同时也是由盛转衰的关键点。虽然初期他多次北伐都打败北魏，却很难扩大战果。直到北魏发生六镇之乱时，梁武帝也没有把握军机，而在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后，又因为任用东魏的强将侯景，而导致后来爆发的侯景之乱，给南朝的城镇与士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使得南朝与世家逐渐走向衰亡。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北方，公元523年，北魏六镇的镇民发生暴动，反叛的火苗迅速燃烧。朝廷虽然颁布了解放镇民的诏令，但为时已晚啊！动乱反复复，形成军阀势力，动摇北魏的根基，最后在公元534年分裂成东魏与西魏。根据主流的说法，六镇之乱的主因在于原本驻守边境的镇民受到国家的优待，但自从北魏迁都洛阳后，镇民受到长期的打压与剥削，使得长期累积的愤怒爆发，导致动乱。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有国家结构的转变，从原本以镇民为主体，转变成以门阀官僚的胡汉融合为主，使得原先的镇民脱离国家的核心，甚至被排挤疏远。这样的结果，恐怕才是让北魏走向衰亡的缘由。北魏分裂成东西魏，表面上是由拓跋氏担任皇帝，但实际上东魏是由高欢掌控实权，西魏则是被宇文泰掌控。这样就让后来的东魏被高欢之子高阳篡位建立北齐，西魏则是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位建立北周。东魏的政权结构是由高欢带领的叛乱镇民与汉人的乡里部曲所组成。不论是鲜卑镇民还是汉人部曲，原本都是想要推翻北魏的门阀结构，但是高欢建立北齐后，反而又回过头与门阀组成官僚，再度埋下了冲突与斗争的隐患。另一边的西魏呢，虽然也是由少数胡族军队与关中乡兵组成，但却被以府兵制的军队制度所规范，总共24军，受到6位柱国大将军统帅。再往下层层划分，总结来看也是将胡汉混合编制加以融合。但跟东魏不同的是，西魏政权反对门阀阶级，继续由军政府来统治国家，并延续到了北周政体。而在北齐与北周对峙的时候，南朝梁在侯景之乱过后不久便走向灭亡，改由陈霸先建立的陈继续与北方对立。公元578年，北周先是攻灭北齐，再度统一北方，
不过，北周也在公元581年被杨坚给篡夺，建立了隋朝。紧接着在公元588年南下灭陈，隔年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至于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